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金景孝先生所著的《常常幸福的人是懂得高效利用2小时的天才》这本书。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个契机，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如何让一天都被好心情填满？为什么总是幸福的人能成为利用2小时的天才？第二，探讨如何尽情享受人生，并用最极致的方法拥抱生活的每一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如何让一天都被好心情填满。总是幸福的人是如何利用2小时的天才？很多人可能每天都感叹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完全没有乐趣，甚至觉得毫无充实感。尽管有些人渴望过得更快乐、更积极，但日子却总是无聊的过去。如今通过社交媒体，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光鲜亮丽的企业家、明星或网红的生活。每当看到这些成功人士的耀眼生活时，不少人会觉得自己过得无趣，甚至对现状充满不安。即便生活安稳、身体健康，有一份工作，收入足够维持家庭，还能偶尔去旅行，似乎已经是幸福的状态，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。正如作者所说，面对每天重复的平淡生活，想到未来几十年都将如此，心里便感到茫然。作者曾经在迷茫中毅然辞去公司工作，选择独立创业。尽管满怀信心，但第1年就经历了数百万日元的赤字，起步非常艰难。为了扭转困局，作者拼命工作，不惜牺牲睡眠。终于他的收入逐渐提升至年收入1000万、2000万日元，达到了一定的成功。即便如此，作者依然感到困惑和痛苦。他发现，即使收入提高了，自己却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高额的收入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，每年能稍微放松的日子屈指可数。想到未来几十年都要维持这样的生活，他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无力。这本书正是基于作者的这些经历，提出了关于如何正确利用时间寻找幸福的深刻见解。作者心里想着，这根本不算成功啊，什么都不做会感到空虚，拼命努力到废寝忘食，虽然取得了成果，却怎么也感受不到幸福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于是，作者再次陷入了绝望。为了弄清如何才能感到幸福，他开始向那些看起来过得幸福的人学习。他听了许多成功企业家的故事，采访了许多成功人士，经过不断研究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幸福生活的人与不幸福的人之间的差距，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大家可能会觉得成功与我们的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多不同。幸福的人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与普通人一样，早上起床、上班工作。然而他们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，那就是每天会花大约2小时创造出美好的时光。普通人与幸福人士之间的关键区别就在于这一天中的2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人们只需要这短短的2小时充实时光，就足以感到幸福了。比如说，下班后去超市洗浴中心泡个桑拿，然后泡完澡来上一杯啤酒，这样的一点小计划就能让一天充满幸福感。或者，晚上和关系要好的朋友聚在一起喝2小时酒，这样的安排也会让人觉得一天过得很开心。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，充实的生活并不需要每分每秒都充实，只要在24小时中抽出2小时度过最美好的时光，这一天就算是充实的一天。如果大家感到痛苦、不幸福，或者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，那很可能是因为一天中缺少这最美好的时光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像那些总是幸福的成功人士一样，每天都感到幸福，只需要成为掌握如何利用这2小时的天才就可以了。我们经常为了工作、忙碌的生活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幸福，但如果能每天抽出2小时来专注于让自己幸福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当然，一开始要一下子每天腾出2小时可能不太现实，
所以从10分钟、15分钟开始也完全可以。只要这样做，就能逐渐感受到幸福和生活的充实感，心里也会多出一些余裕，从而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上表现得更好。随着这种状态的延续，我们可以逐渐增加为自己安排美好时光的时间，最终每天达到2小时左右的目标。大家可能常常听到别人说要多运动，但很多人会觉得工作和家务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哪还有时间运动呢？但试着硬挤出一点时间去运动，就会发现，运动不仅让身体状态变好，思维更清晰，工作效率也提升了，反而可以更快完成工作和家务，从而腾出更多时间，创造美好时光也是同样的道理。通过设法安排这些幸福的时刻，身体状态会更好，头脑更清醒，精力更充沛，工作效率也随之提高，结果还会省出更多时间。虽然这需要实际尝试才能体会其中的妙处，但不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做一次。正如积极心理学所指出的，幸福感更高的人生产力也更高，能过上更加充实的人生。因此，安排每天都能感到幸福的时间，不仅能让我们情绪更愉悦，还能让我们更顺畅地处理各种事物，显著提升生产力，甚至创造出更多时间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会有动力去挑战各种新事物，也会有余裕去善待他人。如果一天中有一个最美好的时光，那么这一整天都会变得美好起来。即使被交代完成相同的工作，你也会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，以免加班。这样一来，工作会比平时更有意义。与恋人共度的时间或许只有短短2小时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早晨、通勤途中以及工作时间都会因为那段美好的时光而变得充实起来，简直就像魔法一般。许多人感到时间不够用，或者觉得浪费了时间，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为一天设定这2小时的高光时刻，而是让日子在浑浑噩噩中度过。然而，如果你能为每天设定一个最佳时光，那么一年365天都可以变得充实。如果365天都能充实，人生整体也会变得丰富多彩。当你临终时会想啊，我度过了一段精彩的人生。除了设定最佳时光之外，要幸福还有一个关键，那就是弄清楚自己想要体验什么样的情感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都是追求幸福吧。收入增加时，你会感到自豪；获得资格证时，会感到满足并充满自信；实现目标时，会感到良好并提升自我肯定感。这些美好的情绪正是幸福的体现。换句话说，幸福就是良好的情感状态。事实上，人们之所以追求某些目标，并不是为了结果本身，而是为了通过结果获得的情感。例如，即使工作上取得了好成绩，收入增加了，但如果内心感到痛苦，那也无法持续努力。这种状态显然称不上幸福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我们设定什么目标，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获得特定的情感。如果你想幸福，请牢记这一点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探讨如何尽情享受人生，并用最极致的方法拥抱生活的每一刻。实现幸福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首先了解自己想要获得什么样的情感，其次将能带来这些情感的活动融入每天的生活中。每天只需要花2个小时专注于自己的幸福，这样大多数人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。那些为无法获得幸福而烦恼的人，其实是绕了远路。通过为自己安排2小时的幸福时光，我们可以以最快捷的方式感受幸福。您不需要每天24小时都在拼命，只需每天拿出2小时，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自己的幸福，这就足够让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什么事情会让您感到幸福？什么事情会让您心情愉悦？如果不知道答案，幸福自然无从谈起。一旦知道答案，便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安排那些能带来幸福与好心情的行动，用点滴小幸福填满每一天，这才是让人生整体幸福的关键所在。不要轻视小幸福，
因为它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毕竟那种极致幸福感或顶峰快感，并不是轻易能体验到的。例如，作者曾通过经营事业、出版书籍以及举办大型演讲会获得巨大成就感，但这种大幸福每年也只有寥寥几次。大家也会有工资上涨、工作被认可或与喜欢的人交往成功等最高兴的时刻，但这样的日子每年也不过数日。如果剩下的300多天都空虚乏味，那么即使实现了大目标，那也不能称之为幸福。要幸福，就要用小幸福填满每一天，只需每天抽出2小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创造最美好的时光。这样，我们每天都会感到幸福，生活将变得充实无比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很多人并没有去践行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主要原因是，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能真正让自己感到幸福。作者自己每天泡一杯咖啡，读一本喜欢的小说，这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，也是他认为的最大享受。因此，通过将其融入生活来感受幸福。可能有些人觉得，只要成为富人，开豪车，每天去高级餐厅用餐，住进豪华的高层公寓，就会感到幸福，并为此努力奋斗。但事实是，因此这并不一定会让您感到幸福。确实，当您买了豪车或者搬进豪华公寓时，可能会觉得无比幸福。然而，许多成功人士发现，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或幸福。同样的，您可能也无法通过这些外在的幸福形式找到真正的快乐。最终，我们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独特的最高状态。很多人认为，依靠不劳所得生活，一辈子不用工作，悠闲地度过余生是一种绝对的幸福生活。但实际上，什么都不做的生活非常无聊。许多人最终还是会重新开始工作。曾通过投资赚得巨额财富的人，也曾因无所事事而患上抑郁症。梦想着退休后悠闲度日，不做任何事情的人可能不知道，这种单调的日子会导致抑郁症，甚至加速认知症的发展。我们需要通过工作、参与社会活动或志愿服务等形式，去帮助他人，从而感受到幸福感。实际上，什么都不做就能幸福的生活只是一个幻想。想要真正获得幸福，并不是靠豪华公寓、豪车或者不劳所得，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最佳状态，就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定义成功。如果你想变得幸福，就必须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而这个真正想要的东西可能并不需要花费很多金钱，也可能不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例如，如果您的最高幸福就是一边喝咖啡一边读自己喜欢的小说，那么您其实并不需要赚取巨额财富，只要每天的生活中抽出一点时间享受这样的时光，就能让您感到幸福。对于这种人来说，努力工作反而成为通往幸福的弯路。又比如，有些人觉得去桑拿房就是最大的幸福，那么他们其实也不需要超高收入，只需每天留出时间去桑拿即可。像这样，清楚自己如何才能幸福的人是幸运的。事实上，我们往往对自己了解的并不深，也不知道什么才能真正让自己幸福。为了找到答案，这里有一个推荐的方法，列出所有让你感到喜欢的事物，创建一份能让自己幸福的清单。例如，作者发现自己喜欢桑拿，喜欢咖啡，因此也喜欢咖啡馆。只要在上午的咖啡馆里工作，就会觉得心情很好。通过这样重新列出自己喜欢的事物，这些细小的发现能够让您更容易感受到幸福。您可以有意识地增加这些让自己幸福的时光。只要列出这些清单，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增加这些行为，我们就能够变得更加幸福。作者还分享了制作这份幸福清单的一个技巧，那就是将内容分为以下3个类别进行思考。类别1，轻松可以做到的事情；类别2，稍微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情；类别3，非常难以实现的事情。通过这3个类别的分类，您既可以重新确认日常的小幸福，也能够不受限制地记录下您的宏大梦想。举个具体例子，第一类是轻松可以做到的事情，
比如去桑拿房、吃桃子、泡个热水澡、做个按摩、看电影、参加聚会、吃一顿炸猪排等。只要想做，这些事情随时都能完成，是非常简单的小幸福。如果您一时想不出什么小幸福，可以从自己喜欢的食物开始写起。第二类是稍微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情，这些需要一些付出或努力，但只要下定决心，还是可以完成的。比如去温泉旅行、买一件好外套、尝试跳伞、和伴侣去高级餐厅吃饭等。这些事情虽然需要一点点牺牲或计划，但依然是可以实现的。第三类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事情，这一类是让您自由畅想的内容。写下那些如果实现了会让您无比兴奋的梦想，比如环游世界、开一家梦想中的咖啡馆，或者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。通过这种方式分类，您既能找到日常的幸福，又能明确自己的目标。无论大小梦想，都可以让您的生活充满期待与动力。如果您按照这3个类别来列出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项，您会逐渐了解自己的欲望，从而越来越接近幸福。然而，对于一些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幸福并制作清单的人来说，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是，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。许多人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加入一些小幸福，但由于生活太忙碌，根本没有时间去做。这类问题困扰着许多人。那么，为了帮助这些人增加更多美好的时光，作者提供了一些减少不必要事物的技巧，帮助您更高效地增加有意义的时间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解释如何通过节省时间来以最短时间、最快速度获得幸福，实现最短时间、最快速度的幸福生活。现代生活充斥着很多我们没意识到的无意义的事，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去除这些无用的时间浪费，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美好的幸福时光。想要过上充实而理想的生活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需要做的事情。如果减少了要做的事，您就会有更多的空余时间，也能更好地调整心态，创造出余暇时光，用来丰富您的生活。您可以从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开始，让生活充满更多您喜欢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您根本不需要做的事情，比如无聊的刷社交媒体、无效的会议、没有意义的资料整理、无聊的聚会等等。这些事情通常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，我们很容易就陷入惯性中。因此，建议您从每天的行动开始思考，哪些是可以省略的。如果您觉得无论如何都无法省去这些无用的事情，作者建议您要意识到终结这一概念。平时如果我们没有在意，我们可能会忽略生命的有限性。但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有限。根据日本的平均寿命，大约是80年左右。我们的生命是极其有限的。普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很容易忽略这一点，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。因此，作者建议您问自己，如果您只剩下10年时间，自己会做些什么？而且考虑一下，如果剩下的时间只有10年，你会继续做现在的事情吗？你会放弃哪些无用的事呢？这样您就能迅速找出并删除掉不必要的事情。此外，尽管您可能已经意识到需要去除一些无用的时间浪费，但有时我们自己也难以意识到哪些事情是无意义的。所以，作者还为大家列出了5个应该立刻停止的无意义事情，依赖惯性继续做的事情。实际上，停掉也不会有问题。为了取悦他人而做的事情，因为焦虑而做的事情，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，不断积累但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可能自己并不觉得是浪费，但其实它们都是应该立刻停止的。举个例子，第一个依赖惯性继续做的事情就有很多，比如无目的的上网浏览。很多人会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无意识地刷社交媒体，这会浪费大量时间。如果需要收集信息的话，可以提前设定好时间并限制浏览时间。还有很多人会沉迷于不必要的消息通知，不停检查是否有新信息。虽然很多人觉得不能错过任何重要的消息，但这种行为会消耗大量时间、意志力和精力，使您无法专注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。因此，
作者建议我们减少这种不必要的通知检查，集中精力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这类情况几乎是极少发生的。接下来，第二个需要减少的时间浪费是为了取悦他人而做的事。很多人都在为让别人喜欢自己而浪费大量时间。举个例子，曾经有一个人想参加市区的清扫活动，作者曾问他，如果没有人知道您在做这件事，你还会做吗？他立即回答说，那我就不做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参加这个活动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。因此，做那些为了取悦他人而做的事是不可取的。通过寻求赞美和认同开始的活动，最终可能会让我们偏离自己的幸福轨道，成为他人价值观的奴隶。你们可能也会花费大量时间为了他人看法而做一些事情，但这些都是浪费时间，尽量减少这类行为。另外，浪费时间在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上也非常无效，集中精力在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上。另外，如果您总是担心自己未来是否能继续工作，或是对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感到焦虑，那么即使您再怎么担心，也无法改变现实。您能做的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，进行适当的理财和未来规划。现在能做的事，就集中精力去做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如何有效、自然地减少这些浪费的时间。为了从生活中剔除浪费，大家可以按照以下3个步骤来进行。首先，步骤1是将您现在正在做的所有事情列出来。通过列举，你会发现虽然一直觉得自己很忙，每天都在做必须做的事，但其实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上。意识到这一点是第一步。接下来，步骤2是从您的清单中找出可以放弃的事情。当您把所有事情写下来，仔细看时，你会立刻发现其中有很多无意义的活动。你会意识到其中的一些行为可以立刻停止。当您意识到哪些事情可以放弃时，步骤3就是立刻停止这些无意义的事情。比如，您可以减少清洁和购物的次数，结果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如果您尝试停止某个活动后发现没有问题，就可以决定永久停止。如果有问题，再恢复也不迟。如果您能够确保完成这3步，肯定会比以前节省更多的时间。而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，可以用来做那些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，从而让每天都过得更加充实和快乐。接下来，我将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一种魔法的方法，尽情享受生活，把人生的快乐从极限推向巅峰。突然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是否在真正的享受生活呢？事实上，真正享受生活是非常重要的。即使是过着完全相同的日常生活，只要用心去体验、去感受，人生的乐趣和每天的充实感都会大幅度提升。例如，即使是同样的饭菜，快速吃完和细细品味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。再比如，旅行的乐趣并不仅仅在于旅途中的欢乐，规划行程时的期待，回家后翻看照片时的回忆，和朋友一起回顾旅行的时光，都是快乐的来源。如果您在计划旅行时、旅行过程中以及回忆旅行时都充满享受，那么一次旅行的快乐就能被提升3倍。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匆忙，似乎忘记了如何真正去味道生活。现代人往往与像冥想那样专注于当下的状态相反，我们的意识总是飘向别处，无法真正品味眼前的生活。不管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，只要有意识地去品味人生，就能让喜悦和乐趣膨胀3倍甚至5倍。无论做什么，如果感到生活艰难，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去品味其中的喜悦。即使是小小的事情，也要学会感到喜悦，养成每天感恩和喜悦的习惯，这样您的每一天都会更加充实。请回顾一下自己的一天，不论日子如何，总有1、2件好事发生。只要坚持1个月记录下来，你会收集到30到60个好事。许多人常常忽视这些幸运的时刻。人类天生倾向于悲观，因此很难记得那些好的、愉快的时光。我们应该每天把自己的好事或成就写下来，防止忘记。当这些记录积累到1周或1个月时，回过头来看，
你会发现这一周真不错，或者这一月真不错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原本觉得生活很空虚，没有好事发生的自己，实际上是挺不错的，从而变得更加积极向前看。如果人生有80年，按天计算，大约是3万天。所以，幸福的生活是通过3万次感受幸福的日子来构建的。归根结底，小小的幸福是最重要的。再次强调，真正的幸福无需过多的时间，仅仅一天中的2个小时就足够了。完成一项大工作时的成就感，也许偶尔会有，但那种感觉1年也不会有几次。这些小小的幸福都应该被感激和品味。你会发现，生活的满足感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品味这些不起眼的小幸福。希望你每天都能在小小的幸福中闪耀光芒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